嗨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去金门旅游必拜的伴手礼贡糖。贡糖其实就是所有花生糖的总称，称作贡糖有两种说法，一是古代供给朝廷皇上之用，或者是供奉给祖先，所以称为贡糖。另一种说法就是取其谐音，早期花生糖在制作过程呢，需要用锤子来敲碎花生，所以呢取这个闽南语的谐音贡。好啦，不管哪一种说法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用两种材料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贡糖。酥脆又不粘牙的贡糖到底要怎么制作呢？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详细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主角花生呢，我们就买新鲜的花生来炒。炒花生非常的简单，什么都不用加，直接就是干锅，没有加一滴油就直接翻炒，大概用中小火的温度就可以了。这个过程呢，也可以放入烤箱，设定摄氏120到150度来低温烘烤。如果家里有炒菜机、可翻炒式气炸锅，都可以拿来运用。反正就是炒到香味都出来哦，然后这个花生皮一搓就掉，然后花生从白色变成微黄色，大概就可以咯。炒的颜色呢，跟温度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烘烤或炒的温度低于100度，那炒出来的成品颜色就会很淡。把去皮的花生倒入调理机当中，把花生全部打细成粉。至于要打到多细哦，这个跟你喜欢的口感有关。如果你喜欢带有一些颗粒感呢，就不要打得过细，留有一些粗颗粒的花生，口感蛮不错的。但如果想要偏松一点的口感，可以把花生呢打到更细一点，有点微出油的状态。我影片这样的状态是比较带颗粒的，喜欢更疏松一点的，可以再打得更细。接下来就要来炒糖了。今天的炒糖方法有别于以往要加水或加油的方式，我自己是觉得这种方法比加油或加水的方式更容易成功。直接加入砂糖了，它刚开始溶解的速度会非常的慢。请用锅底导热均匀良好的锅具哦，这个全程用中大火，不用怀疑。锅底几乎已经加热到摄氏210度左右，糖才会开始化。用这个方法呢，千万不要怕糖焦。我用缩时摄影给大家看哦，它化掉的过程几乎不太会滚沸哦，直接把砂糖整个融化成没有颗粒残留就可以咯。千万不用滚沸，砂糖完全化掉，然后糖浆整个变成金黄色，这时候就把火力调到最小，然后可以靠摇晃锅子的方式让糖浆变得均匀。变成这个颜色的时候，记得火力已经是最小最小咯。接着要来拌入花生粉，如果你不是自己打的花生粉用市售现成的花生粉也是可以啦。然后这时候就不慌不忙的快速拌匀，记得不慌不忙还是要快速哦。这个步骤的重点手法呢，就是拌匀。废话，反正就是不断的翻炒压拌，让它混合均匀。然后锅子千万不要关火咯，就是保持微微的低温，否则完全关火怕糖会硬化。大概觉得差不多匀了，就立刻移到方形的模具当中，我们要赶快趁热塑形。铺在烘焙纸上也是需要的，否则等等容易沾黏。趁这个糖还有热度的时候呢，赶快压出喜欢的形状。这段过程呢，手法动作要尽量利落，尽量快一点，否则糖硬化了就塑不了形咯。塑形的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常温放置一下下，可以用细胶刮刀感受一下它的硬度哦，如果还是太软还不能切哦，要等到表面稍微的硬化定型才可以开始分割。其实这块呢，分割的时候有一点点过硬了，不过还是没关系，用锋利一点点的刀还是可以顺利分割成功的。反正就是要记得不要等到完全冷却了再分割哦，全部冷却之后就切不动了。想切成什么形状也是看自己喜欢，长形、方形、三角形，通通都可以。
好吃的贡糖、花生糖等你交作业咯。提醒大家呢，因为花生糖是糖类哦，如果在潮湿的环境下，外表容易黏黏的，所以最好一块一块的分别封起来，或是直接抽真空，避免潮湿。抽了真空之后的贡糖呢，常温保存1个月不是问题。然后不管是送礼自用2相宜，如果想要再延长保存期限，放冰箱冷藏也是可以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ou just wanna drink your beer and grab the glass and let it go